奥创作为漫威里面的一个经典反派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其实，在电影中，他的实力被大大削弱。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漫画中的奥创有多强。天空电闪雷鸣，在空旷的街道上，鹰眼向着一栋建筑迅速靠近。到了建筑附近，鹰眼从废墟遮挡物中探出头，只见一个女孩和几个面色不善的雇佣兵交谈着。那么想也不用想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鹰眼展开弓弩，3、2下解决掉门口的这几名雇佣兵，让女孩快点离开这里。谁知女孩并没领情，抄起一把枪就要给鹰眼点颜色瞧瞧。鹰眼也没惯着，一箭射伤了女孩右手，吓得女孩仓皇而逃。其实归根究底也不能怪女孩太过无情。自从奥创机器人统治了这个世界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如今的纽约，往日热闹的街道现在却空无一人，所有的建筑上都被各种电子机械所覆盖，毫无生机，已然是一副末日景象。城市中还能见到的是大批的雇佣兵在城市扫荡，不停地抓捕曾经守护着这个城市的复仇者们，而身处乱世的女性只好投奔于这些雇佣兵。听到楼上的动静，地下室的雇佣兵头目派人出去看看，不料几人刚出去，埋伏在此的鹰眼扔出一枚手雷，一时间烟雾弥漫，雇佣兵死的死，伤的伤。而在地下室深处还有3名雇佣兵，是负责看守着一名特殊人质蜘蛛侠。现在的蜘蛛侠被打得奄奄一息，十分虚弱。鹰眼的此行目的就是为了救出蜘蛛侠，然后带他回复仇者们聚集的秘密基地。弩箭飞过，正中敌人眉心，3名雇佣兵纷纷倒地身亡。其实我马上就能缓过劲儿来。等等，没缓过来。看见鹰眼，蜘蛛侠还不忘贫嘴，估计蜘蛛侠全身上下就只有嘴最硬了。鹰眼扶起虚弱不堪的蜘蛛侠，可高兴还没过一会儿，整栋建筑开始震动起来。原来刚才的战斗已经引起奥创机器人的注意，奥创机器人将建筑整个包围。见到此情此景，还在建筑内的幸存的雇佣兵们吓得脸色发白，急忙大喊：我们不是签过协议吗？我们给你们抓复仇者，你们就放我们一马，我们都是良民。就像没听到似的，奥创机器人还是对整栋建筑进行攻击。在几名机器人的合力围攻下，不到1分钟，整个建筑便被摧毁。而我们的鹰眼同志虽然没有超能力，但特点就是一个准字，看准时机，一记爆炸箭精准命中一名奥创机器人。就凭这短暂的空当，鹰眼带着蜘蛛侠成功逃离，前往秘密基地。纽约市的中央公园躺着一架巨大的航空母舰残骸，每年秋天的中央公园，彼得都会来。可在奥创的统治下，这里已经变成了废土之地。他们要去的秘密基地就在航空母舰下面。进入了基地入口，先是卢克·凯奇和女浩克一阵盘问，之后又叫来托尼·史塔克。托尼拿着高科技仪器，对着蜘蛛侠和鹰眼就是一通扫描检查。最后白皇后艾玛通过使用心灵感应，才敢确认他们不是斯库鲁人假扮的，身上也没有被奥创留下跟踪器，这才让基地内的其他复仇者们将悬着的心放下。奥创指挥着思想统一、不计其数的奥创机器人对人类发起挑战。这一战，超级英雄们损失惨重，人类军队更是一败涂地。纽约市7000名超级英雄幸存下来的都聚集在这个秘密基地。与其说是秘密基地，其实更像是一个避难所。美国队长靠着墙边意志消沉，钢铁侠也不敢穿戴战甲，因为一旦发出网络信号，就会立刻被奥创机器人发现。蜘蛛侠花了很长时间才敢相信世界真的沦陷了。原本他和罪犯打了一晚上，正在休息，突然被巨大的爆炸声震醒后，赶忙往窗外望去。巨大的机械结构迅速覆盖城市，奥创在极短的时间内占领了纽约，而且按照情报上来看，全世界都受到了奥创的攻击。蜘蛛侠架起蛛丝，想要靠近中心，近距离观察一下，却在靠近的时候发现不远处有一个人影，还没看清，自己就莫名其妙晕倒了。醒来已经是人质了，之后就是被鹰眼救到了这里。蜘蛛侠和鹰眼这次的死里逃生也带回了关键情报，就是有人在抓捕超级英雄，然后卖给奥创以求保命。而听着他们交谈的美国队长此时拿起破碎不堪的盾牌，从角落站了起来。
为什么奥创不消灭所有人，偏偏选择逐个击破？这很麻烦，也不符合机器人的行为逻辑。钢铁侠托尼猜到了，奥创被设计成拥有人类的需求和欲望，因此奥创也有复仇、折磨和仇恨这类情况。这些想法导致了奥创的程序认为，想要彻底征服世界，就必须击败和折磨所有超级英雄。听到这儿，鹰眼开始埋怨皮姆博士，如果不是皮姆博士发明和创造奥创，就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鹰眼越说越激动，表示如今世界沦陷都是皮姆博士造成的。美国队长制止了鹰眼的言语，事情已经发生，现在讨论这些是没有意义的。我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需要2个身体强壮结实的人，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最新情报。女浩克和卢克凯奇以及金刚狼都挺身而出站了出来。美国队长直接否定了金刚狼，虽然金刚狼的自愈能力很强，但是如果让奥创获得爱德曼金属，那局面将更加不利。托尼也表示同意。金刚狼十分诧异，这2个家伙竟然意见能够统一。就这样，卢克凯奇和女浩克则只身深入敌营，而其他复仇者们则先撤到蛮荒之地。走出了秘密基地，在他们的头顶上就是奥创的机械城堡。他们的计划很大胆也很直接，奥创既然想要抓住超级英雄，那就假装为了保命出卖队友。女浩克主动请缨，成为那个担任被出卖的那一个。卢克凯奇在担任和奥创做交易的人。卢克凯奇扛起假装昏迷的女浩克，径直走向了奥创的机械城堡。只要能见到奥创，将一些关键线索情报带出来，他们就算完成任务。很快他们就发现奥创机器人把他们团团包围，带进了奥创的机械城堡。卢克凯奇一边走一边流泪，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在了奥创的手里，他一定要为他们报仇，哪怕自己牺牲了。深入城堡内部，卢克凯奇以为马上就要见到奥创，可走到城堡尽头，看到的却是被奥创机器人抓起来改造的只剩半个身躯的幻视。卢克凯奇，你能提供什么？幻视语气冰冷，仿佛没有不夹带一丝情感。卢克凯奇尝试唤醒幻视，不停地询问幻视奥创到底在哪里。突然幻视一阵抽搐后，对着卢克凯奇大喊，他在未来操控着一切，他能看到并控制我们所有人。话没说完，一阵痛苦的惨叫，幻视又被奥创重新掌控，又开始了重复。卢克凯奇，你能提供什么？卢克凯奇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难以置信。女浩克从卢克凯奇的肩上跃下，你必须将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告诉大家。说完，一把抓起卢克凯奇，用力地将卢克凯奇扔出。凭借刀枪不入的强大身体，卢克凯奇撞开城堡的城墙逃了出去。女浩克奋力击杀了几名奥创机器人后，可终究敌众我寡，双拳难敌4手，被奥创机器人一道能量激光贯穿了大脑。女浩克彻底牺牲了。而逃出去的卢克凯奇情况也不容乐观，大批奥创机器人穷追不舍。卢克凯奇凭借刀枪不入的身体素质逃出很远，可还是被追来的奥创机器人用自爆拦截。巨大的爆炸吞没了周围的一切，爆炸声传出很远，还未完全离开的复仇者们听到威力如此大的爆炸声，众人也都心灰意冷。在超级英雄们利用暴风女的超能力飞离被奥创监视的顶空时，在隐形女的帮助下，大家手拉手实现了同步隐身，并在8天后顺利来到了蛮荒之地。刚到蛮荒之地，就遇见了一位老朋友卡扎尔。卡扎尔把众人带到自己的领地，白皇后艾玛立刻察觉到了异样，金刚狼也嗅到了是卢克凯奇的味道。原来卢克凯奇扛住了那场爆炸，尽管受到了重伤，但没有死。生命垂危的卢克凯奇抢来一艘飞船，提前来到了蛮荒之地，可他却坠毁在几公里外的地方，然后一路爬到了卡扎尔的领地，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想要将在奥创城堡看到的一切告诉大家。白皇后艾玛通过读取卢克凯奇的记忆，将所有情报说了出来，其中就包括城堡里只有被改造的只剩半个身躯的幻视，真正的奥创在未来操控着现在。就在说完不久，卢克凯奇因伤势过重断气了。面对卢克凯奇的牺牲，复仇者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消灭奥创。黑寡妇和月光骑士也得到了重要情报，尼克弗瑞在全宇宙都留有秘密基地，而在这片土地上就留下了一个秘密基地。
而此时的托尼精神状态很不好，他一直在责怪皮姆博士不该制造奥创，然后奥创制造幻视，甚至绯红女巫还嫁给了幻视。最后奥创操控着幻视来侵略地球这件事，大家知道他心里不好受，美国队长只好一直安慰他。很快就找到秘密基地的所在，白皇后和金刚狼感知周围是否安全，暴风女和光谱一同飞到空中进行侦查。隐形女隐身进去探查一圈后，发现没有危险，但想要进入其中还需要密码。红浩克上去就用拳头猛砸大门，几十拳下去，密码门就被暴力破解。大门打开，基地里面竟然是尼克弗瑞。他在这里已经等待了1周了。大家都没想到，在地球遭到如此大的打击后，尼克弗瑞居然还活着。其实尼克弗瑞比他们更早知道奥创在未来操纵现在。当奥创机器人入侵地球，第一时间就将神盾局的母舰击落，而在系统崩溃的之前，接收到了不同时间流的讯息。而这个秘密基地则是在斯库鲁入侵之后建造的。尼克弗瑞也知道复仇者一定能找到这里，而尼克弗瑞也想出了计划。我们立刻开始繁衍后代，培养一批新的超能力种群。大概过22年左右，我们就能去找那帮机器人算账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还有终极魔术者。托尼问：计划到底是什么，弗瑞？其实你已经站在我的计划上了。有人一眼就认出了，这是毁灭博士杜姆的时间传送平台。原来这才是弗瑞的终极计划，利用时间传送平台前往到机器人在未来的大本营，彻底让机器人断电，这样就能摧毁奥创。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已经定位到了机器人是在未来哪个时间段设法攻击我们。虽然十分冒险，但不为是一个可行的计划。黑寡妇、月光骑士和红浩克自告奋勇，可托尼马上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。卢克凯奇的记忆很有可能是被奥创植入或是修改，目的就是引我们这些人去未来送死。这时金刚狼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他不想回到未来，他打算回到过去，阻止皮姆博士创造出奥创。不少英雄也觉得有道理，只要告诉皮姆博士不要让他创造奥创就好了。可金刚狼的意思并不是这个，如果劝说引起了皮姆博士的逆反心理，这样的警告对于一个科学怪人来说只会当作是挑战。金刚狼是想杀死皮姆博士，永绝后患。隐形女苏珊很担心杀死博士后会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，根本不知道杀死博士后会造成怎样的影响。一番唇枪舌战，大家各抒己见，但没能得出完美的解决方案。尼克弗瑞不想等了，他决定带上一队人现在出发。他拿出收集的装备分给大家。当托尼看到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还有一套马克战甲时，激动不已。小蜘蛛也有了新的蛛丝发射器作为补给。红浩克也拿到了战争之神阿瑞斯的重斧。福瑞带上全副武装的超级英雄，锁定好传送的时间段，时间传送机器启动，大部分英雄被传送到了未来，还有一部分英雄驻留在这个基地。尼克弗瑞一行人走后不久，金刚狼不顾反对，就也利用时间传送平台回到了皮姆博士还没研发出奥创的时间段。金刚狼罗肯曾亲眼目睹自己的朋友们死在奥创手里，在他看来，即使尼克弗瑞在未来战胜奥创，这个世界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，死去的人也回不来。想要真正改变现在，只有回到过去，杀掉创造奥创的皮姆博士。数年以前的蛮荒之地植被茂密，生机勃勃。一落地，金刚狼灵敏的鼻子就嗅到了隐形女苏珊的味道。原来隐形女苏珊是要和尼克弗瑞一起去未来消灭奥创的，但在最后时刻还是选择和金刚狼一起回到过去，于是隐身跟了过来。隐形女苏珊也不知道自己是想帮助金刚狼还是阻止他。忽然金刚狼察觉到有东西过来了，一辆红色的飞行汽车从空中缓缓降落，从车上下来的人竟是尼克弗瑞。尼克弗瑞下车后直接进入了这个蛮荒之地的秘密基地。金刚狼和隐形女也没跟弗瑞客气，开着飞行汽车就去找皮姆博士了。当弗瑞一行人来到未来的蛮荒之地，让大家意料之外的是，在这个奥创统治的未来竟然是绿意盎然的。超级英雄们很快发现了隐形女苏珊的突然离队，没了隐形女的群体隐身能力，他们可能很难悄无声息地潜行到奥创大本营附近。
可即使前方遍布荆棘，也必须披荆斩棘，排除万难。这场战争要么胜利，要么就是彻底的灭亡。未来的纽约城已经被奥创改造成为了自己的大本营。白皇后艾玛在这里感应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。就在这时，尼克·福瑞发现远方有大量奥创无人机袭来。奥创在超级英雄们还未完全踏入这片区域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他们了。震波女黛西拥有制造强大震动波的能力，对于机器人的内部能够造成巨大的伤害，而她也作为第一道防线，随着震荡波发射出去，一大片无人机瞬间被摧毁。但更多的无人机前赴后继地飞来，所有超级英雄进入到战斗状态。第二批解决之后，第三批无人机紧随而后，根本不给人一丝喘息的机会。无人机铺天盖地的出现，震波女拼尽全力想要清理出一个安全地带，可是奥创无人机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根本做不到。超级英雄们陆续死掉，在一场穿越到未来向奥创发起进攻，在未与奥创本体交手的情况下全军覆没。视角回到金刚狼和隐形女，他们开着飞行汽车也来到纽约。还没被奥创摧毁的纽约到处热闹非凡。金刚狼把隐形女留在车上，自己一个人干这份脏活。此时此刻的皮姆博士正在实验室做着研究，在不断的研究过程中，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：如果能制造一个会智能进化的 AI， 岂不是能解决人类的很多问题，避免很多战争与疾病的发生？想到这，皮姆博士立刻准备着手研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潜入实验室的金刚狼登场。刚才他目睹了皮姆博士诞生想要创造奥创的这个想法的整个过程。皮姆博士这个时候还不认识金刚狼，他问金刚狼想要干什么。金刚狼表示自己来自不远的未来，那个未来将会因为皮姆博士制造出的奥创而彻底毁灭，因此他来到这里是想彻底解决掉皮姆博士。说完，金刚狼的艾德曼钢爪从指缝间缓缓伸出，看到对方来者不善，利用皮姆粒子瞬间将自己的身躯变大。变大了的皮姆博士还是根本打不动金刚狼这一身的艾德曼合金骨架。很快，皮姆博士受到重创，逐渐落入下风。就在金刚狼勒住皮姆博士的脖子，准备用钢爪杀死他的时候，他感觉到自己的手被一团力场所束缚住了。隐形女苏珊突然出现，这个力场就是他施加的。金刚狼，冷静一点，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。金刚狼冲着苏珊喊道：他的研究害死了你的家人，害死了你的孩子，不仅是你的家人与孩子，这件事更关乎到整个世界。听到这些，苏珊不禁潸然泪下。当他选择跟随金刚狼来到过去，其实对金刚狼的想法是认可的。他解除了限制住金刚狼的立场，感觉手上失去束缚。下一秒，金刚狼毫不留情地结束了皮姆博士。隐形女问：接下来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回家，不管未来变成什么样，都一定比我们离开的时候好。回到蛮荒之地的秘密基地，两人利用时间传送平台回到了原先的世界。当他们走出秘密基地，看到的却是数之不尽的斯库鲁人和克里人的飞船残骸，像是在此发生过一场战争。处在隐形状态的他们还遇见了斯塔克卫兵，来不及多想的他们急忙乘坐飞行汽车来到纽约。整个城市阴沉灰暗，建筑破败不堪，天空中还有飞行战舰不停巡逻。接着一道不知从何而来的激光炮击中了他们的飞行汽车，他们只好选择紧急迫降。隐形女苏珊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难以置信。至少纽约还在。罗根故作轻松的还在安慰苏珊。这时他们看到了击落他们的人，是一群自称是守护者的人，成员有星爵、浩克、独眼美队、惊奇队长、奇异博士、镭射眼，这个时代的金刚狼以及石头人。守护者看见狼叔和隐形女，认为他们一定是斯库鲁人假扮的，就算不是，也一定是摩根勒菲的鬼把戏。隐形女决定先带金刚狼离开这里，再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于是苏珊爆发了立场，震飞了守护者。就在逃跑的过程中，浩克一跃跳在了他们前面，挡住了去路。石头人和奇异博士紧随而至，封住了他们的退路。镭射眼美国队长和这个时代的金刚狼则从天而降。苏珊只能用立场形成防护罩，想暂时阻挡，但明显奇异博士的施法速度更快，提前使用魔法打断了苏珊的技能吟唱。
其他守护者们趁机闪现至眼前，开始围攻狼叔和隐形女。隐形女苏珊被浩克死死压制，苏珊急中生智，在浩克头上施加一个力场，隔绝了空气。苏珊成功从浩克手中逃了出来，但紧接着一道激光炮射来，是惊奇队长拦住了他。另一边的狼叔和这个时代的金刚狼缠斗在一起，根本无法驰援苏珊。狼叔不停解释自己不是斯库鲁人，但是金刚狼根本不愿意相信，在他们这个时代的人们饱受斯库鲁人的折磨。狼叔眼看说服不了对方，终于凶起，直击金刚狼的要害。在等他自愈的时候，趁机从大门离开。突然石头人的拳头破门而入，这一拳打出了暴击伤害，狼叔被这一拳直接打晕过去。看到晕倒的金刚狼，大家更感到疑惑了，斯库鲁人晕倒的话是会变回原样的呀，那如果不是斯库鲁人，这些人又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，谁想要告诉他们的托尼叔叔，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造型诡异的光头托尼史塔克，带着一帮机器卫兵前来帮忙。